大家好，我係 Andrew。喺2022年，好多投資基金嘅表現都好差。如果係股票基金嘅話，跌咗2成都唔出奇。喺呢條片入面，我會講下點解一啲由大戶操盤嘅傳統基金喺一個熊市入面都只係跟住個市一齊跌，仲要個跌幅都係同個指數差唔多。如果呢類型嘅基金喺風險管理方面做得唔夠好嘅話，又有咩其他嘅選擇？我亦都會講埋對沖係咩嚟，會做對沖嘅大戶通常會用咩方法，同埋散戶自己又做唔做到？睇埋個 disclaimer 就可以開始。傳統基金嘅投資目標通常都係同一個市場基準或者 benchmark 去比較。至於用咩基準，就要睇下隻基金嘅投資係咩市場。如果係港股基金嘅話，個基準可以係恒生指數；如果係美股基金嘅話，就可以係標普500指數。例如，當標普500指數喺一年裏邊跌咗20% 嘅時候，一隻美股基金嘅目標可以只係跌少過20%。既然賺唔賺到正數回報唔係基金嘅投資目標之一，傳統基金通常都唔會點樣對沖市場下跌嘅風險。一個淨係考慮相對回報嘅投資目標喺牛市入面係冇問題，因為當個市升嘅時候，做得好過個 benchmark 就只係賺到錢。但係當個市況差嘅時候，淨係諗住做得好過個指數，就會忽略咗風險管理，即係點樣幫買咗基金嘅人盡量減少佢哋嘅損失。再加上通常基金對現金水平同埋可以買幾多同一個行業嘅股票都有限制，所以就算個基金經理睇淡個大市，佢都唔可以揸好多現金，又或者匿喺一兩個防守性高嘅行業裏邊，好似醫療同埋公用股。如果個熊市殺傷力大，令到個個行業嘅股票都一齊跌，個基金經理就更加冇符。傳統基金嘅主要作用係幫投資者分散投資同埋揀股，做好行業分配。至於風險管理嘅責任，即係幾時應該冒多啲險，幾時應該避險，就擺咗喺買基金嘅人嗰度，即係靠佢哋自己睇準時機買入或者賣出隻基金。你可能會覺得一個專業嘅基金經理更加清楚個股市行情，所以控制投資注碼嘅責任應該喺佢嗰度。但係當你買傳統基金嘅時候，個情況就唔係咁。講到呢度，可以睇下一個例子。呢隻係一隻摩根資產管理公司嘅基金，叫做摩根易安美洲基金，主要係投資喺美股。佢係一隻被 Morningstar 評價為5星級嘅基金，但係可以見到呢隻基金喺2022年都只係跟住個標普500指數上落，同埋好明顯呢隻基金冇做到咩去對沖市場風險，因為每一次出現跌浪嘅時候，隻基金同埋個指數嘅跌幅都係差唔多。仲有可能因為個基金經理唔想偏離個指數表現太多，所以隻基金嘅最大持股都係同個標指差唔多。因為呢兩個原因，當個大市跌嘅時候，隻基金只係會跟住跌，冇咩防守力。最重要嘅係唔止係一隻基金係咁，同類嘅基金平均表現亦都好唔過個標指好多。既然基金嘅平均表現好多時都好唔得過個指數幾多，所以近年好多人都轉咗去買啲費用低啲嘅指數 ETF。投資基金用嘅策略通常都係只做長倉，亦都可以叫做 long only strategy。呢種策略同大部分嘅個人投資者用嘅差唔多，即係淨係買股票，唔對沖一啲可以令到大市下跌嘅風險，例如戰爭、新嘅病毒或者係央行嘅貨幣政策。既然冇對沖市場風險，一個只做長倉嘅策略喺一個跌浪入面個損失可以好大，就好似喺2022年咁樣。如果唔用只做長倉嘅策略，另一個將投資同埋風險管理一齊做嘅策略叫做 hedged equity，或者股票對沖。用呢種策略嘅基金或者投資經理會根據佢哋嘅睇法，用期權嚟減低嗰隻基金喺跌市時候嘅損失。既然個基金經理做埋風險管理，咁買基金嘅人就未必有需要賣出，然後再買入呢隻基金嚟避險。雖然用呢種策略嘅投資經理都可以錯，但係佢哋掌握嘅資訊同埋投資嘅經驗一般會比買基金嘅人多，所以由佢哋嚟做風險管理反而比較適合。除咗將風險管理由買基金嘅人交俾投資經理之外，股票對沖亦都可以幫助解決另一個問題，就係應該幾時入市。當個市升得多嘅時候，好多人會驚摸頂；跌得多嘅時候，又會驚未跌完，最後就一直喺度等，唔知幾時先應該入市。股票對沖呢個策略嘅好處就係，既然對沖咗大市嘅風險，幾時入市就變得冇咁重要。用股票對沖策略嘅基金，除咗會好似一隻傳統基金咁買一籃子股票之外，
亦都會將部分嘅資金，通常每日10% 左右，去做一啲期權策略嚟到管理個組合嘅風險。當個市跌嘅時候，個投資組合輸錢，但係個期權策略就賺，兩樣嘢互相抵消，令到個投資組合唔跟個市跌，或者係跌得比個市少。喺對沖方面賺到錢有兩個好處。第一個最明顯嘅就係喺跌市時候賺到嘅錢可以用嚟喺低位買貨。第二個好處就同複息回報嘅原理差唔多。當你有一個100萬嘅投資組合，如果因為個大市跌而得返80萬，當個市升返10% 嘅時候，你就得80萬可以幫你賺錢，而賺到嘅就係8萬蚊。另一方面，如果對沖可以將損失減少到4%，你就有96萬可以幫你賺錢，即係可以賺到96000蚊。每次因為對沖而減少咗損失，呢種差別都會出現，效果就好似複息回報咁一路累積。背後嘅原因係因為輸咗嘅資本就等於失去咗嘅賺錢能力。所以股神巴菲特都曾經話過，投資嘅最重要規則係先要唔好輸錢。而股票對沖呢個策略就係瞄準呢一點。講到而家都只係紙上談兵，最好都係睇下一個用股票對沖策略嘅投資組合喺2022年嘅表現係點。喺呢個圖入面，藍色線就係一個用股票對沖嘅美股投資組合嘅表現，另外兩條就係標普500指數同埋早前嗰隻美股基金。可以睇到股票對沖策略嘅目標唔係保本，佢嘅目標係令到投資者可以喺個市升嘅時候賺到錢，但係當個市跌嘅時候就盡量減少個損失。所以當個市跌嘅時候，個投資組合應該跌得比較少，而當個市升嘅時候，某程度就要跟住個市升。要做到呢兩個要求，股票對沖策略通常會用指數期權嚟做對沖，因為期權呢種工具先至有足夠嘅彈性去兼顧對沖咗之後個市係有可能再繼續升，同埋期權亦都可以做到好似買保險咁嘅效果，即係話個市跌就保，個市升就只係冇咗俾咗出去嘅期權金，就好似俾咗嘅保費一樣。期權亦都可以預先設定保幾多，例如跌市嘅頭10%，又或者好似有墊底費咁，跌咗5% 以上先至保。保障嘅範圍越大，對沖嘅成本就越貴。不過好處就係可以根據自己嘅睇法嚟去制定。除咗睇圖之外，仲可以參考下呢個 portfolio 嘅數據。用股票對沖嘅時候，每一個跌浪都係對沖嘅部分可以賺錢嘅機會。個市波幅越大，呢啲機會就越多。所以就算個股票組合輸錢，成個投資組合嚟計仍然可以賺。如果同標普500指數比，就有一段好大嘅距離。第二，既然對沖可以抵消部分嘅損失，組合嘅最大回撤 maximum drawdown， 即係由最高跌到最低價值嘅幅度都比個指數少。所以當個市累積跌幅好大嘅時候，用股票對沖都冇咁驚。睇回報一定要睇埋風險，因為如果好冒險嘅話，賺到高回報唔係冇可能，但係就隨時可以輸6-7成。睇風險可以睇投資組合嘅標準差，呢個係用嚟量度波幅，亦即係風險嘅指標。數越高，投資就越似坐過山車；越低，表現就越平穩，冇咁多驚喜，亦都冇咁多驚嚇。呢度可以睇到股票對沖組合嘅風險會比單買指數基金低，但係就會比買債券高。恢復嘅意思係呢個投資組合要幾耐先至可以由谷底去返之前個高位，總共用咗105個交易日，而個標普500指數就唔知幾時先至可以返返去1月頭嘅歷史高位啦。講咗咁多對沖策略嘅優點，都係時候講下呢個策略嘅缺點，或者有咩時候呢個策略會冇咁好。首先，第一個缺點就係對沖嘅成本同埋代價。金融市場入面冇免費嘅午餐，要買一個保險都要俾保費。用期權嚟做對沖嘅成本可以控制喺每一次1至2% 附近，但係如果個市只係升，中間冇調整嘅話，對沖就會拉低咗個回報。除咗成本，仲有對沖嘅代價，即係話如果對沖咗，個市又繼續升，會唔會因為做咗對沖而令到自己本身可以賺到錢，變成冇得賺？如果用期指或者一啲逆向 ETF，好似 SQQQ 咁，呢個機會就好大，因為呢啲工具會即時鎖定個倉，個市繼續升都唔關你事。用期權可以選擇限唔限制投資組合嘅升幅，就算限制都可以將個位定高啲，俾多少少空間自己睇錯市。就算早咗做對沖，個市又繼續升，都唔會即刻鎖住個投資組合唔俾佢升。因為呢個原因，做股票對沖嘅大戶，好似呢隻基金咁，都係用期權而唔係用期指嚟做對沖。第三個可以算係缺點嘅，就係做對沖嘅複雜程度。
期權有兩種 call 同埋 put， 加上可以買又可以沽，即係有4種唔同嘅 trade。如果唔明白呢4種交易嘅用途，最好都係唔好自己做對沖，揾個專業人士幫你。如果想學多啲關於期權嘅話，就可以留意下我呢個 channel。一個典型嘅股票對沖基金用嘅期權策略有幾複雜，睇下之後呢個例子就會知。假設要對沖嘅投資組合係一籃子嘅科技股，我會用美股嘅 ETF QQQ 嚟代替。QQQ 係一隻好似盈富基金咁嘅指數 ETF， 佢嘅目標係追蹤納指100指數。為咗方便計算，我會當喺做對沖嘅時候 ，QQQ 嘅貨值係26,400美金。翻返去2022年嘅6月，當時美股開始反彈，納指100由11000點反彈到8月5號嘅時候，已經去到13,200點。當時要對沖嘅話，可以買入一張納指100嘅認沽期權，即係 Put Option， 代號係 MNQ， 行使價係13,200點，到期日係8月31日。揀一張係因為 MNQ 嘅期權合約係2蚊美金一點，所以一張嘅貨值就啱啱好等於 QQQ 嘅貨值26,400蚊。呢單 trade 就好似幫個投資組合買咗保險咁。喺8月31號之前，個市點跌都唔驚，就算個市急升，最多都係冇咗392點，2蚊一點，即係784蚊美金，或者係個組合嘅3%。唔想俾3% 去買一個唔夠1個月嘅保險嘅話，可以做多一單 trade。如果覺得喺8月尾前個納指100唔會跌穿12,200點嘅話，就可以賣出一張12,200點行使價嘅 put option。到期日同之前嗰張一樣。如果講返人話嘅話，就即係限制份保險，最多都係賠1000點。點解要咁做？因為咁做可以收返109點左右，個對沖成本就落到去2% 左右。去到呢一步，最壞嘅情況都係只會輸2%。就算個市爆升，投資組合嘅回報只係會被拉低咗2%。呢份保險仲可唔可以再平啲？係可以嘅，不過就要放棄多一樣嘢。如果覺得就算個市再升都唔會升穿14,000點嘅話，就可以賣出一張14,000點嘅 call option。效果就係幫個 QQQ 組合預先設定個止賺，當個市由13,200點升到14,000點之前，個組合仍然會繼續升值，但係升穿14,000點嘅話，個組合就唔會再賺。呢個就係之前所講嘅代價，做定唔做係 optional， 因為有啲情況係唔適合限制組合嘅升幅。賣出呢張 call option 之後，可以收到83點，即係對沖成本就落到去投資組合嘅 1.5% 左右，或者起初嘅一半。做晒3個 trade 之後，實際上係畫咗2個區出嚟。第一個係對沖咗 QQQ 組合下跌風險嘅保險區，另一個係如果個市唔跌，仲要繼續升嘅話，仍然可以賺到嘅參與區。因為用期權可以畫到呢2個區出嚟，股票對沖呢個策略先至可以做到對沖風險，同時又可以跟住個市升。用期指、熊證或者逆向 ETF 就做唔到呢個效果，亦都更加可能會出現因為太早做對沖，需要將對沖部分止蝕。止蝕之後，如果個市轉跌嘅話，再做返對沖就可能會出現左一巴右一巴嘅情況。係時候睇下對沖嘅效果。納指100喺8月31號嘅期權結算價係12,285點左右，即係由13,200點計跌咗6.9%。QQQ 係追蹤納指100，所以投資組合嘅跌幅會係一樣。扣除成本之後，期權組合賺嘅係1430美金，即係 QQQ 組合起初嘅5.4%。對沖賺嘅可以用嚟抵消 QQQ 嘅損失，即係代表 QQQ 組合唔係跌咗6.9%，而係1.5%，抵消咗差唔多80%嘅損失。呢個例子入面嘅行使價可以自定，通常會定喺一啲支持或者阻力位度。策略亦都好有彈性，如果覺得可能會大跌，就唔做第二隻腳，保護就會無限。如果覺得可能會大升嘅話，就唔做第三隻腳嚟保留個升值潛力。兩種情況都只係需要俾多啲對沖成本，同埋呢個只係1個月嘅操作。如果個市好波動，呢種機會喺1年入面可以出現好幾次。大部分喺銀行或者證券行可以買到嘅基金都係屬於傳統基金嘅類型，係唔會用股票對沖呢種策略。如果想用呢種策略嘅話，除咗自己學識期權操作之外，亦都可以揾一間用呢種策略嘅資產管理公司。資產管理公司同證券行嘅分別就係，證券行只係會執行你嘅交易指示，而資產管理公司就會幫你管理投資組合，
包括幾時同埋點樣做對沖，比較適合一啲唔想自己煩嘅人。但係要留意，喺香港合法做資產管理嘅公司一定要有證監會嘅資產管理牌照，即係9號牌。呢個牌同一般證券行嘅1號同4號牌唔同，所以證券行未必會提供資產管理服務。證監會嘅持牌要求係要確保做資產管理嘅人有足夠嘅資格，同埋佢哋喺管理投資嘅時候要根據先前同客戶訂立咗嘅授權條約。喜歡呢段片嘅話，記得撳埋個 like 先走。今日就講到呢度，下次再見。